大坝尖山，世纪奇峰，500元钞票上的主角。这趟我不再是独攀，而是跟朋友安妮一起走。原本一路上大家都开心大笑，直到遇上大雨。哇！变大雨了，还认错路，因为那边有树枝，那边没有路啊。更没想到之后还跟朋友走散。走错了，安妮。爬完嘉明湖才过2个礼拜，我就和朋友开车冲观雾了。这次要挑战的是3天2夜的大小坝。为了能好好睡觉，我们订了离登山口超近的女生背包房，方便隔天一早直接出发。都来到雪霸国家公园了，那当然要喝瓶雪山啤酒，仪式感一下咯。希望接下来的3天都能是超级大晴天。隔天一早起来，天气还不错。从观雾这边看过去，整条圣人线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也是一条知名的纵走路线。我将车停到登山口0.3K 处，下载国家公园登山 App， 完成线上报到。这一次跟我的朋友安妮来到这大坝尖山3天2夜。我们是在2013年因为跑名古屋女子马而认识的，后来也各自完成过东京马拉松。好啦，出发了，开始定位，6点29分，希望可以4小时后抵达。17公里吗？对啊，4小时啊，好歹我们也是有跑过全马的人，而且还是东马，可以吧？希望。也因为我们2个都曾是全马跑者，所以面对这条大家都说到走到快踢笑、长达17公里的林道，我们当时完全没在怕。会累吗？不会。5点2K 了，还有12K 左右，小心通过。没有云呢。如果有下雨，在下雨前到35也 OK， 对，好不好 Go Go。哦，还好你不是渔女，什么渔女？我不是。爬山这种长时间的活动，真的最考验友情了。万一遇到频率不合的，还没走完17公里，大概也差不多要绝交了。还好我跟安妮真的超级好聊，有队友一起疯，真的太开心了。一路上非常幽静，没有杂音，只有我们2个人的脚步声和大自然的声音。好，好。这边捷径啊？什么捷径？这里啊，斜坡的捷径啊。Go Go。Let's go, let's go！ 当这座醒目的红色吊桥出现在眼前时，代表17公里的林道终于被我们踢完了。哇，接下来要4K 的上坡了 ！Oh my god！ 完全看不清的一个标识。标高现在是多少1750。哦，往大坝尖山喽。开始4K 没多久，逐渐下起大雨了。啊！哇！下大雨了！哇塞！变大了！变大雨了！在这种又冷又累又暴雨的极限状态下，人的脾气真的会变得超级差。不是右边啊？
看起来比较像。还是我看一下，因为那边有树枝，那边没有路啊，对吧？应该是吧。我们不是走探勘路线，探勘可能就可以从那。其实，在当下，我就发现自己口气太不耐烦了，赶快又笑笑的说了一句话来缓解尴尬。还有安妮脾气真的很好，完全没跟我计较。一路上全是这种疯狂压榨大腿的陡坡，我的脚步越来越慢，越来越沉重。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拉得越来越远。当我再一抬头，发现前面的路竟然空无一人，安妮的背影竟然彻底的消失了。安妮，反正路也就那一条，到底是在怕什么啦？不过当下我真的没力气去追她了，就继续维持自己的速度。最后那1公里真的走到快要灵魂出窍。上面，终于到了，太好了！害我吓到。刚上来吗？对，两位。总之2个人都平安到山庄了，庄主就帮我们 check in。接下来我就没什么拍了，真的累到只想赶快脱掉鞋子。我们把床位弄好，立刻冲去餐厅喝热姜茶，顿时觉得自己活过来了。第1天就这样收尾，明天就是真正要上去看大坝的日子了。不够好了。隔天清晨1点多，我们就醒来了。台湾爬山就是这样，都是这种逼死人的作息。当时隔壁床的大哥经验超丰富，看我们2个女生自己来爬，就热心的揪我们跟另一个山友一起走。我们看到了微微亮起来的天空，甚至还看到了远处的大坝尖山。很多人常问为什么台湾爬山都要这么自虐，半夜摸黑出发。因为高山通常只有早上的天气最好，最容易看得到大景。而且一定要赶在中午，午后雷阵雨变天之前赶快下山。我的脚并没有因为睡了一觉就恢复，只要一遇到需要抬脚的陡坡，不管高或低，我的脚真的完全使不上力。慢慢的，我又开始落后了，跟他们距离越拉越远。为了不想拖累大家，我最后还是提议让他们先走。也还好安妮可以跟着他们，至少有人能互相照应。看着他们走远，我心里大概也有底了。嘉里山跟一泽山，我想我是去不成了。大坝尖山，我都累到有点想放弃了。这一次真的认清到自己的极限了。我以后应该是不会在台湾住山屋过夜了。台湾爬山真的太累了。像现在在前往大坝尖山的路上，台湾的高山上到大概2-3千，那种景是真的很漂亮。只是有时候受限于那种天气，哇，现在又白墙，看我又没什么劲，我去到那边也只能拍到白墙的照片。终于接近4小时才走到中巴上了，很累。再往前走一小段，
我来到了满是高山杜鹃的中坝坪。虽然这时候山头开始飘起了一点云雾，但也因为这样，刚好让我拍到盛开的高山杜鹃，还有背景忽隐忽现的大小坝同框的画面。我来到了10.6K 高处看大霸尖山，我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霸基呢？因为另外一侧的大坝是被云雾遮住，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下去？因为下去我就要再上来，累啊，太累了，我不想过去，太累了。终究我还是站在这里了，来都来了，最后这几百公尺。说什么都要用意志力撸过来啊！虽然大坝被云雾遮住了一半，像戴了面纱一样，不过当我真的站在这面巨大的9桶巨石底下，那一刻，那种震撼，真的完全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安妮他们提早我1个小时多就到了坝基，幸运的拍到整个露出来的大坝尖山大景。19山庄的改善工程。这趟大坝尖山虽然累到我发誓再也不要在台湾爬山过夜了，但台湾的山就是这样，非得要用极致的痛苦换一个让人闭嘴的大景。大坝尖山是必须穿过漫长的森林，它才允许你走到脚底下，看清自己的脆弱。或许哪天我又会自不量力的去爬了另外一座山吧。11点44，8小时20分啊！耶、